距离泳坛传奇青鸟隐退5年后，游泳界至今仍未迎来新的女王。他又忘了，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苏西，过来万豪酒店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。木生，咱们这群同学里可就你混的最好了。公司品牌广告打进了世界泳坛的赛场，这赞助费出手就是3亿。木生，你跟兄弟姐妹们透个底，如今身家到底多少？你们打听这些做什么？阿生再有钱，那也是人家辛苦努力换来的。哟，这是护短呢。在学校你们就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儿，什么时候办喜酒呀？我跟阿生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啊。我5年前就已经结婚了。什么？怎么没听你提过？我们还从来没见过嫂子，玩金屋藏娇啊！待会儿你们就能见到了。他到底是谁啊？当然是才貌俱全的大家闺秀，否则怎么配得上咱们的军容巨子？首富之女，财阀千金，还是某个国外皇室的公主？哎，咱们可怜的白桦同学单相思多年，木生，你跟他喝个交杯酒，抚慰下他受伤的心灵。交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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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杯！不要啦，人家老婆待会要来了。木生，阿生，这个瘸子是谁啊？他怎么认识你？阿生，这个瘸子是谁啊？他怎么认识你啊？她是我老婆。什么？木生，你这种优秀的男人，老婆怎么可能是个上不了台面的瘸子？就是，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，他怎么配得上你？阿生，他不会拿捏了你什么把柄，逼你结婚吧5年来，我一直在思考，这个女人到底哪里配得上我，可我一直没有答案。苏西，不妨你告诉我。老公，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？我们回家再说。你看看你这副样子，有什么资格叫我老公？你就这么想跟我离婚吗？我忍了5年，也够了吧？离得对。我如果是个废物，早主动离婚了，绝对不会死缠烂打5年。是我这5年做错了什么吗？我一直爱着一个站在世界巅峰的女人，她就是青鸟。青鸟。青鸟。你错就错在你不是她。青鸟是那个一直隐藏了真容、神秘莫测的世界泳坛冠军，难怪木生一直赞助国际游泳大赛。可是青鸟不是退役5年了吗？还愣着干嘛？拿上你的离婚协议，滚啊！
来，牵着我离婚。문을 닫아줘 아무도 이곳에 들어올 수 없게 잊혀질까봐 뜬 눈으로 세운 终归泳池才是我发光的地方。 나의 모든 생을 다 걸고 다 지켜버린 가슴 안고 메말라버린 삶을 안고 무너져青鸟，欢迎回归。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，向全世界宣布泳坛传奇青鸟回归的消息。现在，全世界都盼着你回归亮相。国际泳联发来消息，希望为你举办一场隆重的回归盛宴。 我的腿已经受伤，再难登世界顶级的赛场。回归宴就算了，我让你宣布青鸟回归的消息，只是想利用青鸟这个身份，再为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。好，我会再为你找寻名医，为你进行康复治疗。你这5年的婚姻生活。 是不是过得很不好？何以见得？5年之前的你，在赛场上光芒四照，如今眼里的光熄灭了。所嫁非人，我只觉得泳坛隐退，放弃终身热爱的游泳事业，是我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决定。 我曾经很羡慕那个男人，让你在事业最鼎盛的时候急流隐退，为他洗手做羹汤。都过去了，不提他了。以后我苏西眼里再没那个男人。青鸟，我是席木申。 海洋之星，终于等到你回归，我特意带着海洋之星前来，来兑现5年前和你的承诺。来兑现5年前和你的承诺。青鸟女士，得知您回归的消息，数十位国内外青年才俊协理求见。如何？ 都回绝了。还有，他们是怎么进来的？是属下失职，我这就把他赶出去。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！青鸟，你不记得我们当年的约定了吗？我说过，要拿无价之宝海洋之星迎娶你。
我早已经履行了约定，却被你伤得遍体鳞伤。秦木生，我记得你好像已经结婚5年了。无关爱情的婚姻罢了。是那女人费尽心思的嫁给我。青鸟的脚受伤了。青鸟，5年来我没碰过她，我的爱只属于你。席木生，身边的妻子你都不珍惜，却妄言给我全部的爱，简直可笑。青鸟，贾之意，人成集团千金。席木生，原来你就是青鸟。席木生，真是认错人了。我知道你恨我没有兑现承诺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加倍补偿你，弥补我们错过的5年。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。席木生身价100亿，如果攀上他，人成集团就有救了。好。转手把海洋之心送给别的女人，看来席木生也并没有多爱青鸟。他爱谁都是他的自由。很多世界顶尖的商界才俊、皇室勋爵，在你隐退的这5年都在等你。他们的财富、地位，包括人品，都远不是席木生能比。你大可以挑一个当男朋友。打住！我苏西没有男人照样活得精彩。婚姻的坑，我不想再跳第2次。诗安，送我去西甲，我去取点东西。好。席木生，我人生中第1块金牌，新婚之夜我想送给你，你却连看都不看。这是我的别墅，以后就是你家了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手里面拿的什么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手里拿的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？苏西，原来真是你。你们认识？不仅认识，而且渊源颇深。好久不见。你怎么还没死？你没死，我怎么会死？就算死，
我也会拉着你们全家陪葬。一个废物死瘸子，还想着替死去的父母报仇呢？醒醒吧你！这一天不远了，等着吧。你现在老公都是我的了，你闭嘴！哎，苏西，你敢对知意动手？你看清楚了，这才叫动手。这女人怎么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？牧师，他打我。苏西，离婚是我的主意，跟知意无关。竟然敢打他，真是疯了！席木生，你太高看自己了。跟你离婚，我开心还来不及。这5年，我待在这个牢笼里，让我窒息、绝望。感谢你高抬贵手，放我自由。苏西，明明之前是你一直纠缠我，现在反倒是我的不是了，你真够无耻！放开！你松手！你弄疼我了！青鸟，青鸟，苏西，你也太不要脸了！你什么意思？你昨晚听说我喜欢的人是青鸟，所以特意做了一块假的青鸟金牌，想骗我是吧？你真聪明啊，这都被你看穿了。你肯定没想到，我会带真正的青鸟回家。他是青鸟？当然，我就是世界泳坛积分排名第1，隐退泳坛5年仍无人超越的传奇青鸟。青鸟虽然从不以真面目示人，但不是你一个瘸子随便弄个金牌摆件就能装得了的。木生，你别怪他，青鸟身份尊贵，举世闻名，苏西对我崇拜，想冒充我也可以理解。夏之意，你还真把自己当青鸟，看来你不知道冒充青鸟会是什么样的后果。后果？苏西，你哪来的资格来质疑知意？就凭我……闭嘴！别再从你口中说出青鸟2字，侮辱了这个荣耀的代号。侮辱荣耀的人究竟是谁？这苏西不会真是青鸟吧？不，绝对不可能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必须借着青鸟的名头跟席木生发生实质的进展，以免夜长梦多。木生，我累了，能不能让他走啊？苏西，这里没你的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忽然想起，离婚协议我还没签字。你什么意思？离婚的话，婚后财产分1半。你一个大总裁，身价100亿，总不能让我净身出户吧？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当初让奶奶逼我和你结婚，就是为了这一天。苏西，你太不要脸了！你有什么资格分木生1半财产？我按法律办事，除非这位总裁能证明我这5年在婚姻中有大错。可是我有吗？木生，你不会真的要给他分财产吧？那可是几百亿。夏之意，你着急什么？
我想起来了，原本属于我的人成集团被你抢走后，霍霍的只剩下一个空壳，我等着这钱救命。你胡说些什么？我身为青鸟，有着数不尽的荣华富贵，用不着还木生一分钱。既然如此，你身为一个外人，凭什么插手我的婚姻？木生，你看他，这里是一套价值3亿的庄园，这卡里有1000万现金。我希望你见了我，我就不信你这种女人，在婚内没有任何的污点。我算哪种女人？老公，累了吧？我替你放了洗澡水，你泡个澡放松一下。喝药。我尝过了，这药就一点点苦，喝了感冒就好了。乖。苏西，我此生此世只爱青鸟一人，你不用在我面前博取同情。喂，亲爱的，钱到手了，安排专机，今晚飞法国，看着日落，吃最顶级的鹅肝，吃最顶级的鹅肝。苏西，你还亏我对你有一丝丝的同情，没想到……闭嘴吧！我需要你的同情吗？给你当了5年免费保姆，我还不能享受享受？那男人是谁？你是不是婚内出轨？你不也出轨了他？大家都是一路货色，千万别比谁更高贵。苏西，离婚协议还没签字呢。等我玩高兴再说。但我提醒你，如果我不开心，就算你打死我，我也不签。木生，别生气了，为了这种废人不值得。他那瘸腿，就是老天对他的惩罚。给我去查清楚，苏西婚内出轨的男人到底是谁？木生，你不会舍不得吧？怎么可能？恨不得亲手掐死他。尝尝。不是说飞巴黎请我吃鹅肝吗？一杯咖啡打发我。鹅肝多贵呀，买几套体育器材捐给山区不好吗？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对山区的孩子念念不忘。以前你每次拿了国际赛事的冠军奖金，会全捐给他们。把他们全都折现，建理想小学。这可是你离婚的补偿，5年的青春。如果能让更多的小孩追求属于自己的梦想，那我这5年也不算白瞎。对了，我让你调查的事
调查的怎么样？你父母当年被贾家谋害的证据搜集全了。不过，我建议你别看。该死的贾家，为了抢夺仁成集团，对我爸爸做出这种事。仁成集团原本在破产的边缘，有了这些罪证，原本已经可以对付他们了。但是我得到消息，贾家在昨晚收到了一大笔资金，投资的人是席氏金融集团。席慕山，苏西，后天我正式接手仁成集团，继任典礼上如果少了你，我想我会少了很多乐趣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带上一份大礼去见。这才有趣嘛，苏西，不知道你发现没有，从小到大，你的东西最终都会变成我的。陪我去见见明离吧，我想治治我腿上的伤了。好。各位，感谢各界名流莅临。接下来为大家隆重介绍我的女儿，也就是仁成集团新任董事长贾之毅。大家好，我是贾之毅。各位，想必大家不知，之毅其实还有一个如雷贯耳又神秘的身份。要说如雷贯耳啊，我只认刚宣布回归的咏坛传奇青鸟。神秘？难道比退隐咏坛5年的青鸟还神秘啊？各位，请看。没错，我就是一直隐藏了身份的青鸟，今天将是我第一次以真面目示人，所以今天也是我的回归宴。青鸟可是国之栋梁啊，贾老板生了个好女儿。青鸟老师，听说卡尔塔出价200亿，请您去当游泳顾问，是真的吗？这不是席氏金融集团的席慕生吗？他怎么来了？我苦苦找了青鸟5年，才得知我身旁这位就是青鸟。青鸟，我再也不会把你弄丢了。青鸟，席氏金融集团将永远站在你的身后，守护着你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席少竟然用席氏金融集团股权做聘礼，真爱啊！恭喜青鸟与席少喜结连理。
贾之意，你根本就不是青鸟。贾之意，你根本就不是青鸟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有2个青鸟？这青鸟面具我在国际游泳比赛的赛场见过。青鸟身份神秘，每次都会戴着青鸟面具出现。难道他才是真的青鸟？这下贾家完蛋了，青鸟不会迁怒我们吧？完蛋了，真的青鸟来了。是你救了我。牧师，你别信，那戴青鸟面具的女人肯定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。你的面具从哪里弄来的？就是你这个女人从哪里偷的我的面具？偷？贾之意，你的脸皮简直比城墙还厚。这面具是我的，青鸟身份也是我的。你为了骗席木生，竟然一再冒充我的身份，我看你是在找死。之意，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是不是真的青鸟？我当然是，木生，你信我。席木生，你对青鸟念念不忘，不就是因为青鸟救过你的命？你为什么不问问他，是哪天救了你？木生，没想到你对我的信任竟然这么差。如果你非要求证我是不是，那么我们也没有继续交往的必要了。我没有不相信你，我只是想弄清楚。木生，我从小培养之意当游泳运动员，更是陪着他参加各种比赛，看着他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，终于站在了世界的巅峰。我拿我的名誉担保，之意就是青鸟，毋庸置疑。真是天大的笑话！贾世人，你一个杀了好兄弟一家、夺取人成集团的强盗，也配有荣誉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贾董事长竟然杀过人！人成集团前任董事长苏志成夫妇火灾身亡，难道另有隐情？你到底是谁？不仅口无遮拦说我女儿不是青鸟，还在这污蔑我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慢着，贾董事长，既然他诽谤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告他都可以。当下最要紧的是要弄清楚他冒充青鸟的事，否则在座的诸位名流恐怕不服啊。这怎么，贾董事长、贾之意，你们这就怕了？你冒充我青鸟身份，后果严重，我劝你想清楚。你还鹦鹉学舌学得挺快，我刚刚提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，谁冒充谁还不一定。之意，你不妨告诉他，你上次救我是什么时候？牧师，你何苦为难我呢？我救你之后得了重病，很多记忆都模糊了，否则我又怎么会销声匿迹5年，直到今天才复出？你为了救我得了重病？夏之夜，你不去演戏真是太屈才了。
木山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女人为什么针对我，为什么要破坏我们的感情，我感觉好累。知意的回答合情合理。你来这里到底是什么目的？果然，你这种渣男，我就不该对你抱有任何幻想。你认识我？你到底是谁？放开我！我倒要看看跑到我地盘上撒野的人到底是谁。啊！苏西，苏西，苏西，怎么是你？苏西，我早该猜到是你，只有你这种废物才会对我跟木生死缠烂打。亏我还在你没摘下面具之前帮你说话，早知道面具下面的人是你，我根本不会怀疑之意。木生，没关系，你怀疑的对，这才证明你真的很爱青鸟，很爱我。之意，你太善良了，像她这种无耻至极的女人，险些破坏我们的感情。我真是庆幸和你离了婚。应该庆幸的人是我，今天我才彻底的明白，你的狗眼早就瞎了。你口口声声的说爱青鸟，却连青鸟站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。各位，苏志成，也就是苏西的父亲，患有遗传性心脏病，这一点银城集团的老伙伴们都知道吧？确有其事，而且这个病遗传概率很高，尤其是女儿。没错，所以苏西逃不过被遗传的宿命。有心脏病的人又怎么能参加国际比赛呢？苏西，你身体残废，还有心脏病，再加上家境破落，就凭这3点，你根本不可能成为咏坛的传奇。我根本没遗传心脏病，别给我扣帽子。至于残废，我没有心脏病，别给我扣帽子。至于残废，你倒是说下去，来反驳我哪里说的不对。我不会亲口告诉你真相的。我要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刻，跪在地上来求我。别在这故弄玄虚，我绝不可能有求你的那一天。因为苏西不可能是青鸟。来啊，给我把他衣服扒了，扔到泳池里去。他不是喜欢冒充青鸟吗？倒要看看他的泳姿有多漂亮。这可是结交青鸟的大好时机，走。敢冒充青鸟，真是不想活了！放开，放开我！说，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青鸟乃是咏坛传奇，世人瞩目的存在。冒充谁不好？冒充他，这不是作死吗？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你们疯了！敢对青鸟动手！你们疯了！敢对青鸟动手！他就是燕石安，国际13个行会的总理事，人称13少的燕石安，就是他。听说他跟青鸟可是多年的好友，肯定是来帮贾之意小姐的。苏西这下场就要惨了。如果我没有被苏西耽误，这么多年陪在青鸟身边的人就是我，不是他。燕领事，今天是小女青鸟的回归宴，您大驾光临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燕石安竟然是来救苏西的。对呀，他不是青鸟的朋友吗？
你怎么不等我一起？我不想麻烦你。你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嫌过麻烦？把刚才欺辱青鸟的人全部送去法办。是。苏西这女人竟然也认识燕世安，难道这就是苏西在外面婚内出轨的奸夫？木山，你答应过我，一定会保护的。之夜，你知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关系？这不太清楚。新闻曾经报道过，燕世安是青鸟的经纪人，他过来不但没有帮你，反而去帮他。木神，13少这是在跟我闹脾气呢。他跟随我多年，一直想跟我交往，但是我选择了你，他因爱生恨了。原来如此，倒也合情合理。放心，我会保护你。燕世安，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，背叛青鸟，反而去帮苏西，今天有我在这儿，休想欺负青鸟！你说他是青鸟，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。就凭他这种沽名钓誉的东西，简直侮辱了青鸟2个字。一个曾经站在国际顶尖赛场，鏖战群英为国争光的咏坛传奇，哪会像这样，凡事都求助于男人出头的柔弱气质？苏西，看来我低估了你，连燕世安这种人中龙凤都在为你说话。世安，青鸟是谁，不必再跟他争辩。他眼瞎耳聋，心里没我。就算证明我是青鸟，又能怎样？好，今天我们先跟贾世仁算账，把人证带上来。方剑，他竟然没死！木生，快救我吧！他们要陷害他。席少，我建议你看完之后再做决断，否则落个包庇的罪名，对你公司的前途大为不利。之意，如果我发现他们栽赃嫁祸，势必为伯父讨回一个公道。来，庆祝我离婚！我孤立无援时，他哪有过这种姿态？在他心里，早就定了，青鸟可能是任何人，唯独不可能是我。贾世仁，你丧尽天良！老子今天就揭穿你的罪行！方剑，你必血口喷人呐！王姐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我是苏家的管家方剑，10年前贾世仁开价1000万，出卖我给苏喜父母下毒，当时我一念之差，就信了他的，我还放了一把火，伪造家中失火。我似乎从未见他哭过，原来他也是会哭的。我记得仁成集团在董事长苏志成死了没3天，就易主到了贾世仁手里，还真有可能。苏西一个孤女，
本该是集团继承人，之后却销声灭迹，确实也不正常。各位，你们别信方剑一面之词，他是苏家的管家，说什么都行了。过河拆桥的卑鄙小人，你还在这里狡辩？事成之后，你派人来追杀老子，老子死当然也要拉出去当垫背！贾世仁，人证在此，你还不认罪？还有你，贾之一，下毒害我父母的主意是你出的，买毒药的人也是你，你认不认罪？没想到贾之一10多岁就开始害人了，真恶毒啊！我从10年前隐藏身份，才逃过了你们的监视和追杀。今天，我终于可以为父母报仇。青鸟曾在新闻采访上提过，自己小时候遭遇了不好的事，为此必须隐瞒身份，才会戴上青鸟面具参赛。难道？苏西，我身为青鸟，拿过国际游泳冠军，荣耀加身。你为了踩我，竟然无所不用其极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方剑怕你们过河拆桥，早就把你们密谋下毒的罪证全部拍了下来，我可以当众播放。物证在此，你还不认罪？青鸟绝不会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儿。贾之一，他难道真的是在冒充吗？人证物证俱全，来人，把贾世仁、贾之一父女还有方剑押送警察局。是。救命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木神，你救救我！我是青鸟，你说过会保护青鸟一辈子的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我会保护青鸟一辈子，倾尽整个齐氏集团也在所不惜。席木神，你真可笑！为了一个假冒的青鸟，竟然跟礼法作对。之一，我再问最后一遍，你到底是不是青鸟？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，不要再撒谎，否则……我对天发誓，绝不会欺骗你。木神，你这次一定要救我。青鸟的所有比赛我都看过，他的泳姿我都熟悉。你只要游一个来回，证明你是青鸟，我今天就算倾尽所有，也会保你周全。你让我在这里游泳，木神，我5年前为了救你，重病之后就患上了畏水症，不能下水。贾之一，你别当我是傻子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机会。我脚抽筋了，救命！果然是冒充。永坛传奇竟然会在这里救命，太可笑了！贾家妇女把我们骗得好惨呐！怎么会这样？救命！我真的是青鸟，
你知道没有？贾之意，枉我这么相信你，竟然敢骗我！贾之意，你拥有的一切本来就是属于苏家、属于我的。现在我要你亲眼看着，我会把他们全部拿回来。我们是仁诚集团董事，特来恭迎苏小姐就任仁诚集团董事长一职。苏西，恭喜你！苏西，我从来不知道，原来你的家庭情况这么复杂。我可以在商业上提供一些指导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金木神，收起你虚伪的同情心，我不需要。苏西，你怎么这么不识好人心？凭你的能力，根本经营不好一家上市公司。你当做生意是闹着玩？是，在你眼里，我做家庭主妇都够呛，对吗？我了解过仁诚集团，早就濒临破产。这一次，要不是我投入资金，刘叔，麻烦回去把他投资的资金还给他，那是他给贾之意的，我们不要。是，董事长。哎，石安，离婚协议书带来了吧？带了。你之前给我的离婚补偿，我已经以你的名字捐给了山区建立乡小学。至于这份协议，是我心里的，里面的条件你肯定会满意。你一分钱都不要，你以后靠什么生活？就靠你这个快破产的仁诚集团。西木生，看来你还没明白离婚的含义。我的事以后不用你管。你以前从不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你也说了，那是以前。以前我爱你，现在不爱了，姿态改变有什么问题吗？喂，安德鲁王子来国内了，吵着嚷着想见你。你告诉他，我现在没空理他。当着女人老公的面这么亲密，你太过分了。抱歉，西木生，你现在是前夫。石安，我们走。为了庆祝我离婚，我们晚上喝2杯。好嘞，可算是等到你离婚了。以前偷摸摸的不对劲儿，以后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了。哎，你说他生了什么气？一心想离婚的不是他吗？男人嘛，就算婚姻里再渣，离婚的时候总要表现出一点不舍的。别管他，我们去 happy。奇怪，终于跟苏西离婚了，我应该开心才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木生，虽然我不是亲娘，但我是真心爱你的。海洋之心永远只属于青鸟一个人，你不是青鸟，就不配得到我的感情。
我之前对你好，送你海洋之心，只是因为我误会你是青鸟，仅此而已。青鸟如果不接受你的感情，你难道要牺牲自己一辈子去等他？我愿意，而且我相信他一定会接受我。如果苏西真是青鸟，你那么深爱他，他绝对不会接受你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苏西不可能是青鸟。苏西，家里怎么这么乱？总裁，有青鸟女士的最新消息。说，5月15日是青鸟女士的生日宴。生日宴？青鸟女士一贯低调，连生日都保密，怎么会突然举办生日宴？消息是真的吗？是咏坛新秀顾少俊发出的消息，不会有假。帮我准备一份生日礼物，我要赴宴。总裁，生日宴需要邀请函才能参加，我能力有限，暂时还没有拿到。好，你先下去吧，找一下顾少俊行踪。5月15日，我虽然不认识顾少俊，但他肯定会卖我这个面子的。苏西的生日竟然和青鸟是同一天，难道苏西就是青鸟？肯定是巧合。世界上同一天生日的人那么多，怎么可能他们两个会有关系？我真是疯了！青鸟怎么可能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女人？来，我们一起喝一个，就祝苏七姐离婚快乐。来，喝一个。你会不会说话？一上来就说苏西姐姐的痛处。苏西姐姐，你别理少俊，真正喜欢你的是我。沈城，你恶不恶心？我怎么了？我已经预定了，苏西姐下一个谈恋爱的对象必须是我。什么叫必须是你？我喜欢苏西姐姐已经10年了，我从小的爱慕对象就是苏西姐姐。10年前你还穿开裆裤呢，你知道什么叫结婚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从小就喜欢苏西姐姐，要不然我也不可能成为游泳运动员，对吧？而且苏西姐姐还给过我训练经费呢。给过你吗？苏西姐姐喜欢的就是我，对不对？苏西姐姐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别闹了，我这辈子已经不打算结婚了。啊？苏西，你也不必因为一棵歪脖子树放弃整片森林啊。就是啊。对，你要是不喜欢别人，就在我跟少俊之间选一个，你看谁顺眼就选谁。对，你随便选。感情把我直接剔除在外了呗，这臭小子！山哥，你嘟囔什么呢？什么？你俩别扯淡了，还是谈正事吧。苏西，生日宴会你想邀请谁呀？
我已经很久没过过生日了，不太懂。就我们几个熟悉的朋友聚一聚就好了。那可不行，必须大办特办。对，你知道有多少游泳界新星想一睹青鸟的真容吗？我社恐。没关系，交给我和沈城。对，你就安心享受大家的祝贺，还有负责收礼物。收好礼物。哎，要不把他那个死渣男前夫请过来，让他好好看看这男人啊该怎么宠女孩子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到时候我非得在宴会上揍他一顿，给你出出气。我跟你一块走。总裁，我打听到顾少俊在里面跟朋友喝酒，卡座101。都过去了，别影响大家心情。好吧，我去趟洗手间，你们慢慢喝。我陪你去吧。你别去了，我去。你别去，我去。我去。你别去。你们太聒噪，我去。都怪你，本来苏玉姐没生气的，你一说话她又生气了。兄弟，是你先提的那个渣男，我就附和了2句。都怪那个死渣男。是，竟然让苏西姐受伤，我见他一次，揍他一次。我见他一次，扇他一次。我2次，我3次。请问谁是顾少君？我就是。你是？我是席木申，是席氏金融集团的总裁。我想要一张青鸟的生日邀请函。席木申，这名字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？是好像在哪儿听过，不太记得了。席氏金融集团在商界小有名气，想必你们也是在新闻媒体上看过关于我的报道。原来是商界精英啊！你知道最近有多少人问我要邀请函吗？你有什么非要参加不可的理由吗？青鸟是我爱慕已久的一位故人，这5年来我一直在找他。哈哈哈哈！竟然又是一位情敌。情敌嘛，多多益善，反正也争不过咱俩。有道理。情敌？你们也爱慕青鸟？参加青鸟生日宴的男人，谁不爱慕青鸟？据我了解，就这邀请函，黑市炒到了10万一张。你这次准备了多少张邀请函？515张。这卡里有1个亿，我全要了。这卡里有1个亿，我全要了。1个亿？如果你们觉得不够，我可以再加。看得出，你果真是青鸟的死忠粉。给力！对，我对青鸟势在必得。你可以开个价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见到青鸟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我只想给青鸟一个开开心心的生日宴，不会拿他的名头去敛财。他俩也是一片好心，没有顾及到你的心情。席木申不是什么不能提及的过去，我只是觉得很感动，你们跟我非亲非故，却可以为了我做到这样。如果你告诉他你就是青鸟，或许能改变你俩的结局。3日后，不要迟到。谢谢。不知能否方便问一下，青鸟的真名叫什么？青鸟此次回归，已经无需隐藏身份，告诉你也无妨。青鸟的真名叫苏西。谁？谁？
苏西，你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这邀请函对我有多宝贵？这怎么回事？席木生，青鸟的生日宴不欢迎你。苏西，你休想阻止我和青鸟见面！我警告你，我们已经离婚，别对我死缠烂打。完蛋了，席木生竟然是跟苏西姐离婚的渣男。席木生，你太自恋了，你就没有想过是青鸟不想见你吗？苏西，你不是青鸟，你凭什么替青鸟做决定？我和青鸟的事儿，结婚时候你没资格干预，现在更没资格。他当然有资格。燕山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帮苏西撒谎，但是今天你一个人的话根本不起作用。顾先生，你是青鸟的学生，麻烦请你证明一下，苏西她根本就不是青鸟。苏西，这怎么回事？苏西姐，你说句话，我帮你削他。我们走吧。好啊，苏西，不仅勾搭了燕时安，连青鸟的2个学生也勾搭上了。苏西姐，我不知道他，早知道我就不给他邀请函的票了。那是你眼神不好，我可早就看出来了，那就是个渣男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很简单嘛，气质，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渣中之渣的气质。哎，不过我看他对青鸟的感情倒是很深，甚至拿出1个亿要买青鸟生日宴所有的邀请函。我之前没有告诉过他我的真实身份。如果早说，或许就没有这些事儿了。我应该庆幸我没告诉他，否则我怎么看见他最真实的样子？哎，苏西姐姐，你们先走吧，我们落了点东西在酒吧，回去一趟，照顾好苏西姐啊。行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拜拜。哎，好。礼物准备的怎么样？对，邀请函因为苏西嫉妒被他毁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见到青鸟。啊！谁？是谁？到底是谁？走了，走了。谁？是谁？走了。我们捧在手心里的宝贝，他竟然当棵草！死渣男，敢欺负苏西姐，以后见一次打一次，见一次打一次。走走。苏西回来了。苏西，刚才不是和几个小鲜肉玩的挺开心的吗？怎么回来给我做饭了？木生，你回来啦！你额头怎么是你？
怎么啦？回来给你做饭，你不开心啊？我可是堂堂大影星，从来不沾油盐的。你怎么穿苏西的衣服？这是那个瘸子的，我没带衣服，随便找了一件。真是晦气。晦气，把衣服脱了，出去。木生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穿那瘸子的衣服让你生气。今晚我好好陪陪你好不好？你不该穿苏西的衣服，更不能叫她瘸子。你是因为我说他瘸子你才生气的。木生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别告诉我跟他离婚之后突然就舍不得他。在我还没发火之前赶紧给我滚。还有，我们的关系没那么熟，以后不要擅自来我家。哼，不懂情趣的臭男人，难怪苏西跟着你的时候灰头土脸的，跟着别人的时候光鲜亮丽。你说什么？说，刚才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说，刚才说什么？放开我，木生，你弄疼我了。你刚才的意思是说我对苏西不好？没错，没准事实就是那样的。昨天我见到苏西，她跟你离婚之后，我差点没认出来，比上次同学聚会见到的家庭主妇的样子光鲜多了。木生，我不是有意这么说的，你没事吧？我送你去医院。你走吧。凌风，家里的钥匙是你给白发的？白小姐缠着配药，所以再有下次，给我从公司滚蛋！木生，我很开心能嫁给你，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。木生也是你叫的，不管你是怎么说服奶奶的，就算成为我的妻子，我的心里也不会有你。喂，宝熙，我是陆明啊，刚出国回来，听说你离婚了，来喝两杯。算了，我没心情。没心情？你开什么玩笑？离婚了不应该很开心吗？几年前你就说不喜欢你老婆。快了，别挂，给你弄到了2张青鸟的签名照，赶紧过来看看吧。哎，欢迎大家来到席少的离婚庆祝酒会，让我们举杯同庆，干杯！木生，这场酒会可是兄弟姐妹们专门庆祝你。
你怎么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啊？对呀，木生，你该不会是舍不得那个瘸子，后悔离婚了吧？我有什么舍不得的？一个不值得我爱的女人而已。对呀，在场的任何一个女人都比苏西优秀得多。来，挑一个。挑什么挑？我心里只有青鸟。你答应给我的签名照呢？急什么？在车上呢。对了，今晚可是还有一个神秘女嘉宾，老董特意给你安排的，我就不信你不动心。来了。石安给我安排的舞会怎么会有席木生？这就是老董安排的神秘嘉宾。我跟苏西隐婚，这些圈子里的朋友的确没见过，只是没想到苏西竟然四处混圈子，到底想干什么？那怎么可能？那怎么可能？她长得这么漂亮，跟我才匹配，你可别跟我抢啊！美女，你好，请问你知不知道现在自己在哪里？不是在酒会吗？不，你在我心里。现在还流行这种搭讪的干梗啊？这是女神的专属座位，坐这儿。就不坐了，我应该是走错了。你不就是为我而来的吗？在这装什么矜持？也对。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木生的离婚庆祝酒会。女神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应该还没结婚吧？离了。那你前夫肯定是脑子坏，肯定是。对了，刚刚听到你跟木生的对话，我还没问一句，你俩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各位，接下来是游戏时间，真心话大冒险，是凭口对着谁，谁就接受任务。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我选真心话。我要骂我的前夫，明明不爱却娶回家，娶回家又不负责任，渣男。渣男，骂得好！这么漂亮都离婚，你前夫肯定是太渣了。真心话不是这么玩的吧？应该是我们来问，你来答。这是咱们女神，有优待。她说的是真心话，没毛病。木生，你怎么不骂？大概他也是个渣男，有同理心吧。既然分开，就各自安好。如果换做我肯定不会骂我前妻。木生，你该不会是日久生情，喜欢上那个苏西了吧？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她？就是，虽然没有见过木生的老婆，但也知道苏西是个瘸子，是我们这群朋友里面最拿不出手的。没错，木生真倒霉，被瘸子苏西连累了一辈子，拖了5年才离婚。要是我，早就该抛弃苏西了。应该是苏西那个丑八怪不要脸，死缠烂打吧。你们也配评价他？要说渣，也是你们这位木生少爷渣吧，在外人面前贬低自己老婆，就为了逼迫老婆离婚。你污蔑谁呢？木生，说实话，就苏西那样一无是处的，抛弃他10000次都不为过。你也是女人，不帮助女人就算了，还带头针对女人，你良心过得去？哼，我骂的是苏西，又不是骂你，你跟我呛什么？哎，本来就是，在座的都知道，木生的妻子苏西就是个瘸子，连狗都不如。
是吗？你们见过苏西吗？了解她吗？你们这些人什么都不知道就满口胡诌，真是令人恶心。哎，别走啊，没必要为了一个不在场的人生气啊。美女，你是不是认识木生的妻子啊？无论认不认识，我都无法理解你们这样毫无根据就跟着这个渣男乱骂他老婆。够了，够了！你要是对我有怨气，你可以马上离开。你可以马上离开。诗安，你终于来了。对不起啊，这外边到处都是外观相似的独栋民宿，助理给你发错了门牌号，把109发成了106。没关系，舞会都准备好了，我们走。你听见了吗？我女神在109有个舞会，你去不去？不去。这女神英姿飒爽，我还挺感兴趣。我去。当了5年的家庭主妇，腿也瘸了5年，好久没跳过舞了。我记得你很喜欢，特意组织了这场舞会。谢谢。女神，我能请你跳支舞吗？女神，我能请你跳支舞吗？哎，我的女神可真美。哎，你说她前夫是不是傻，竟然舍得放手这么一个仙女？哎，你不是说你不来吗？接下来这一曲是你最喜欢的舞曲，挑选一个你喜欢的舞伴吧。选我，选我，姐，这儿。姐，选我刚拿了拉丁舞国际大赛黑池冠军。小白脸。选我，我从小跳舞，柔韧性好。娘娘腔。哎，选我吧！选我！我舞蹈好！我你们都有舞吧？你们选我，姐，选我！你们都有舞吧？你们选我，姐，安静！你们吵到苏小姐了。你的挑选标准是什么？跳舞而已，不用这么麻烦。对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成年人主打一个全部都要。咱们一曲换一个。女神，选我吧，我也会跳舞，我一定好好表现。虽然我对舞伴没什么要求，但是渣男的狐朋狗友绝对不行。木神，你是不是得罪我女神了？害得我也被你连累。他故意的，他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。哦，是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样，木神，你干什么呢？你不会是
也喜欢上我女神，想和她共舞吧？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她？我就是看不惯这种扭扭捏捏、搔首弄姿的舞蹈罢了。看不惯就别看，慢走不送。来，咱们继续。把音乐给我关了！苏西，我怎么没早发现？你原来如此放荡。我放荡？你夜夜笙歌喝花酒的时候，想过自己放荡吗？你跟着一群狐朋狗友配对玩游戏，抹黑前妻取乐的时候，想过自己放荡吗？你果然是看见那群女人维护我，就是吃醋了。吃醋？席木生，你自恋的未免有点不要脸了。你喜欢谁，谁喜欢你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已经分道扬镳了。同样，我喜欢谁，跟谁跳舞，也与你无关。不是，你俩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你跟我女神？没错，我就是你们口中一无是处的瘸子，苏西。木神，你不是说你前妻苏西是个瘸子吗？这腿这么美，这舞也跳得这么好，这简直就是天仙呐！哪是瘸子？陆少，我没记错的话，1个小时前你才骂过我丑八怪。是我有眼无珠，胡说八道，我该死！不知真相就胡言乱语，我该死！是我错使木生跟这么好的女人离婚，我该死！吉木生，这里不欢迎你，回吧。这里不欢迎你，请回吧。你呀，就恋爱谈太少了，没经验，以前才会被席木生给迷惑住。我公司正好要做个恋综，你呀，去积累点恋爱经验。恋综？兄弟，别郁闷，你不一直爱的是青鸟吗？你说的对，摆脱了苏西，我应该开心。如果苏西就是青鸟怎么办？不可能！你亲口跟我说过，苏西可不会游泳。对，所以苏西不可能是青鸟。兄弟，大事不妙，你的梦中情人要被抢走喽！我绝不可能让青鸟被抢走，这个恋综我也要参加。哎，大家听说了吗？咏坛传奇青鸟要来。向来压轴出场的嘉宾都大有来头，我猜等会儿来的肯定就是青鸟老师。苏西，你该不会爬上燕山的床贿赂了他吧？不然你一个家庭主妇怎么可能被选上？这一巴掌是替你父母教育，做人要嘴下积德。真跌份，本以为来的是青鸟老师，没想到是个没身份、没地位的 loser。燕山，我是为了青鸟而来，如果他不在，我选择退出。我也是，如果青鸟老师不在，我也退出。大家稍安勿躁，青鸟老师
已经到了，就在你们之中，就在你们之中。在我们之中是谁啊？该不会是你吧？白话为什么不否认？难不成他就是青鸟？下面是1对1交谈时间，每个嘉宾可以选择一位心仪对象交谈，促进感情。燕山，我只心仪青鸟，我只想和他交谈。你告诉我，青鸟到底是谁？恋综是自由恋爱平台，不是精准匹配的相亲平台。我不会偏帮。心不深，喜欢便去找。只有靠自己找出真正的青鸟，才能证明你真正爱他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各位。小美人跟小爷来促进促进感情吧，来促进促进感情吧。不好意思，我对你没兴趣。我比较喜欢影帝沈雨景。我对苏小姐印象也不错。木生，不如我们一组吧，我们好久没有好好一起聊聊了。小爷是霓虹国佐藤集团继承人，苏喜，你就不要故作矜持了。来吧，放肆！这里是东华国，由不得你撒野。那又怎么样？我想要的可从来没有得不到的。佐藤明，你太不绅士了！闭嘴！这里轮不到你说话。苏西，你没事吧？贱人，老子迟早玩死你！佐藤先生，我可以帮你名正言顺地得到苏西。听好了，既然大家都是奔着青鸟来的，那今天举办一场游泳比赛，谁都不能拒绝。青鸟是举世闻名的游泳天才，岂不是今天谁胜出，谁就是青鸟？不过，苏西，傍上燕石安治好了瘸腿，但你照样不能游泳吧？我看你待会儿怎么出糗。苏西，只要你跪下来求饶，赔我1万，我可以让你不参赛。苏西，你一个被抛弃的破鞋，能给佐藤先生当玩物是你的荣幸，还不快谢恩？白话，你这么希望我弃赛，是有多怕我赢了你？我怕你？我以前可是国家游泳队的，你就是再投胎10次，也不可能赢我。再说了，谁说我就不能是青鸟了？我听说5年前白小姐还没有进娱乐圈的时候，可是职业游泳运动员。没错。职业游泳运动员，5年前，青鸟跟你一样，也是5年前从泳坛隐退。难道你真的是青鸟？我跟青鸟是一个人。我跟青鸟是一个人。那就好，是你就好。不过我跟节目组签了协议，要保密，让大家去猜谁是。原来如此。既然苏西不肯服软，佐藤先生，不如让他下跪求饶，颜面扫地。哈哈哈哈！好。
跪下求饶的也只会是你们。第1名有奖励吗？第1名可以指定任何一名异性同床共枕1晚。苏西，你就等着被老子扒光吧！佐藤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口无遮拦。席木神，你这么着急，是不是你也认为苏西一定会输啊？佐藤，那你输了呢？如果我输了，我给你下跪道歉，给你当孙子。如果我输了，我给你下跪道歉，给你当孙子。我可不想要一个霓虹人当孙子，嫌脏。你以为你是青鸟就一定能赢？老子告诉你，白花跟我是一对，他这种级别的游泳选手，除非你是青鸟，否则你就乖乖的接受惩罚吧。他赢不了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猖狂的镜头，那就玩大一点。苏西，不要相信他说的，佐藤就是个人渣。他赢不了。他也不惨，老子玩死你！老子家住赌上佐藤家100年的基业。我也加注，赌上演艺生涯和全部身家。佐藤先生，据我所知，佐藤家族100年基业堪比霓虹国半壁江山啊！没错，佐藤家者的霓虹国。好，那我便打你个落花流水，倾家荡产。哼，痴心妄想！既然我加了赌注，你也得加。如果你输了，我要你给我终身为奴。佐藤是故意让你上头的，苏西，你不能答应。不答应，现在可由不得你了。佐藤明，我知道你这次来参加恋综，是为了让家族企业进驻东华国。你敢如此欺负苏西，向你保证，在商场上我会断了你这条路。他这是在帮我。木生，你不是说你不喜欢苏西吗？为什么要帮他？苏西，她毕竟跟我朝夕相处5年，我不能眼睁睁看她被欺负。而且，佐藤明一个外国人，在我东华国土地上口出狂言，侮辱同胞，我亲也站不出来的道理。席木生，你一个外人，苏西的事跟你有什么相干？苏西，比还是不比？比。苏西，你放心跟他比赛，我做你坚强的后盾。你当我后盾？我是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支持你。我也支持你。我也支持你。苏西，到处勾搭男人，你可真贱。像你这种性缘脑，是不会明白我们这种革命友谊的。行了，一个来回定胜负，谁都别想耽误我玩美人的时间。谁想跟苏西一组，都想好了，输了可得接受我和佐藤明提出来的惩罚。口号倒是喊得响，可真到了面临选择的时候，又有谁真的站出来？按照规则，没人选就算输。小美人，来吧，我跟他一组。木生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要帮苏西？难道你最爱的人不是我吗？这只是一场比赛而已。木生，我会用游泳实力证明给你看，我就是你心心念念了5年的青鸟。苏西，我就算让你一个身位，你也赢不了我。就你这种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
你竟然瞧不起青鸟？你假冒得了身份，假冒不了能力。预备。苏西戴上眼镜的样子，好眼熟。加油！加油啊，苏西！白桦果然没让我失望，他要赢了。白桦是青鸟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，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一点开心？这该怎么办？苏西如果输了，难道真要陪佐藤明一晚？他既然做了这样的赌注，恐怕谁也阻挡不了。无论结果怎么样，我给你3000万，取消赌注。凭什么？你觉得我缺这3000万吗？那你想要多少？我不要钱，我就要苏西。她长得漂亮，那滋味一定很好。你无耻！你们别打了，苏西反超了。原来他一开始并没有用尽全力。耶！13秒，这个速度只有青鸟能做到。苏西是青鸟。难道苏西真的是青鸟？苏西，你怎么游这么快？你到底是谁？席木生，你是不是想问我是不是青鸟？你自己心里没有答案吗？不是，我不可能赢不了苏西，她一定走。白桦，我对这些不感兴趣，我只想知道，你到底是不是青鸟？我不是。你们这是在干嘛？求偶前的整理装备。求偶？对啊，你不会以为真就参加个生日会、吃吃饭这么简单吧？单纯。来，你看看啊，来这儿的人都是对青鸟有益的，想在青鸟老师的面前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最好啊是能够抱得美人归啊！娘娘腔。青鸟老师到！欢迎大家来到青鸟的蒙面生日会。我是燕时安，我身边的这一位就是青鸟。大家好，我是青鸟。大家好，我是青鸟。青鸟老师，我是来自洛国的王子，我仰慕你很久了。此次一来是为你贺寿，二来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。我也是。安静！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，但是机会难得，不是谁都有资格的。那是自然。敢问青鸟老师，怎样才能获得那个唯一的资格？通过3道考验即可。什么考验？第一道考验，倘若有一天我变得贫穷、落魄，你们还会爱我吗？会。口说无凭，真实体验过变得贫穷，才能让青鸟看到你们的话有几分真。能做到的人，就将你们的全部身家放在这个箱子，就是让我把洛国封上，我也愿意。
我也愿意，我愿意奉上韩国，我也愿意奉上封国。我愿奉上整个骑士金融集团。切，一个集团算什么？就你这点身价，也好意思过来和我们抢青鸟？我只想知道青鸟究竟是不是苏西？就是。青鸟老师，第二个考验是什么？第二道考验，倘若有一天我遭遇意外，变成瘸子，你们还会爱我吗？拐杖，这拐杖为什么这么眼熟？肯定是巧合。对，是巧合。难道光芒四射的青鸟竟是个瘸子？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情，否则青鸟怎么会隐退5年啊？娶一个瘸子回家，大家一定觉得很丢脸吧？既然这样，那请大家收回对青鸟求婚的心思，重新回归到我们今天生日会的主题。我可以接受，任何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，我可以接受青鸟的一切，只要它是青鸟的一部分。我也可以接受。看样子你真是对我用情颇深。不过听说你的妻子也是个瘸子，为什么你不能接受她呢？我根本不爱他，我爱的是你，我便能接受你的一切。我们也能接受青鸟是瘸子。不好意思，你们2位以及后面的所有人都已经被淘汰了。第3道考验，青鸟，举世闻名的青鸟，怎么会是个这么丑的老女人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不，绝对不可能！让青鸟出来！你这臭女人，竟然敢玩弄我们！青鸟是不是被你给关起来了？你们仨不过是冲着青鸟的名气、地位、光环来的，根本不是真的爱他。我相信，他就是真的青鸟。你凭什么这么觉得？他必须是。再见不到他，我会发疯。青鸟，是我，你还记得我？席木神，我等了你5年，怎么会不记得呢？海洋之心的承诺，我也记得。原来你都还记得，我也都记得。你知道吗？我找了你5年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好几次，我以为我找到你，结果发现是被人骗的，是我的错。我都知道。你都知道，青鸟，你能理解我对不对？还有，我娶了别人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是我的错。搞了半天，原来你就是个负心汉啊！就是，薄情寡义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跟我们争青鸟？我知道我没有资格，可我还想争取一次。道貌岸然的东西，给我滚！就是，滚出去！渣男，混蛋，滚出去！滚！安静。席木神，你找了5年都没找到，但我一早就找到你了。你早就找到了我，那你为什么不跟我相认？相认？你避我如蛇蝎，怎么相认？怎么会呢？一定是有误会。误会？席木神，你真的喜欢真实的我吗？不在电视中的我，不在泳池中的我，你真的爱吗？我爱你，而且我只爱你。那苏西呢？她跟你结婚5年，你不喜欢她吗？那苏西呢？她跟你结婚5年，你不喜欢她吗？苏西，5年婚姻，她对你掏心掏肺，付出所有，
可你呢，又是怎么对她的？我跟苏西的事儿，我没办法，我不爱她。你既然不爱她，又为什么要娶她？娶了她又欺负她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对苏西的所作所为，我应该原谅你？青鸟，是不是谁在你面前说了我的坏话，毁了我的形象？是苏西说的，对吗？不，青鸟，你不能听信苏西的诋毁，那只是她的一面之词。席木生，是你在诋毁别人，你以为青鸟不了解实情吗？是你，你在挑拨我和青鸟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席木生，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轻信小人不辨是非是吗？我轻信小人，轻信贾之意，轻信白花，是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青鸟，我知道错了。够了，席木生，你根本不知道你错在哪里。够了，席木生，你根本不知道你错在哪里。那3道考验分别对应着金钱、健康与年华。人生无常，在生活也没有剧本，也永远不会像聚光灯下那么闪耀。席木生，当青鸟褪下泳衣，换上常服，摘下金牌，变成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普通人，你扪心自问，你还爱他吗？爱，我爱。刚刚每一道考验来临时，我都是第一时间给了正面反馈，怎么能说我不爱他呢？没错，只有你的反应是最快的，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犹豫。既然这样，我不应该没通过考验，因为你早已用实际行动证明你做不到。实际行动？不，青鸟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当然知道，我知道你会嫌弃我丑陋，嫌弃我一无是处。我知道你会嫌弃我瘸着腿无法盛装打扮，给你丢脸。我知道你嫌弃我见你同学，让你没面子。席木生，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青鸟是谁吗？现在我这里是一层老年女人的妆，是我另一个面具。只要摘下这层面具，就能知道真相。你敢吗？你敢摘下面具面对真相吗？我不知道。其实你早就心里已经知道青鸟是谁，正因为你已经猜到了，可内心却无法承受这个事实，所以你才一直寄希望于别人是青鸟来麻痹自己，来逃避现实。你轻信贾之意，或许是中计，可后来你再一次掉进坑里，信了白话的鬼话，却是故意的。我说的对吗？席木生，你是个胆小鬼。你不敢相信自己肆意羞辱的女人，强迫签下离婚协议的女人，其实就是你心心念念的青鸟，对吗？你好好看清楚，青鸟到底是谁？苏西，想想你过去5年对我做的那些事儿，你还有脸说再给你一次机会吗？苏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你就是青鸟？从我5年前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想告诉你我是青鸟。但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你把我扔在新房走了。苏西就是生活化的青鸟。席木生，你爱的真的是我这个人吗？你爱的恐怕是青鸟的外壳，爱的是青鸟高高在上的身份而已。不，苏西，我爱你，我爱的就是你这个人。我只是误会了，没想到苏西就是青鸟。
你别过来！苏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晚了。从我们离婚的那一刻起，我对你就彻底死心了。不，苏西，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对我。席慕生，再自恋也该自恋够了。你没那么好，你自己知道，青鸟也知道。你不要再打扰青鸟了。我做不到。我找了你5年，想了你5年，爱了你5年。苏西，你现在就站在我眼前，我做不到不爱你。你的爱有多少水分，就不用我再重复了。苏西，别走！苏西，苏西，苏西！您好，小姐。小姐，请问一下，您是苏西小姐吗？啊，我是。你不是被抓了吗？幸亏我爸把所有罪证都揽了过去，我自然就无罪释放了。看来你还是没有吸取教训，绑架也是会坐牢的。苏西，我已经不在乎了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我这没什么意思。现在我只想保住我毁了你的一切，是你假假杀了我的父母，还冒充我青鸟的身份。算了，你这种蠢人，又怎么可能醒悟懂得这些道理？你还敢骂我？来人，给我好好折磨他们，让我出气！席慕生，席慕生这个负心汉，我本来没工夫抓他，没想到他竟然一直在暗中保护你，更好抓把我绑架。黄泉路下，你俩有个伴。夏之野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已经活不下去了，你们谁也别想活！夏之野，放开他！有什么冲我来！不用争，都有份。不如我们来玩个死亡游戏，看看谁先死。夏之野，要是敢碰他一根汗毛，饶不了你！席慕生，苏西能不能活，就看你对她有多了解，对这个婚姻有多了解。这里面的题，只要你全部答对，我就放过苏西。否则错一道，割他一刀。无耻！别动他，要割就割我！这么深情，那我就更不能放过他了。结婚纪念日是什么时候？5月2号。不对，13号。苏西，你看你找了个什么垃圾老公，连结婚纪念日都不记得，你这是自作自受。苏西，
就是要让你看见他因为你而受苦，就是要让你内心备受煎熬。你睁大眼睛看看，他现在受的罪，都是拜你所赐。苏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第二题，苏西血码多少？是多少？我不知道。我的血码是37，你的是44。苏西，你可真悲哀。他的一切你都记得，可他却不记得你的任何事。贾之意，我已经不爱他了，你这些小伎俩刺激不到我。原来你知道我在故意刺激你啊！既然你已经不爱他了，那这刀便由你做主，是割你，还是割他？你选，你选。苏西，你不是说不爱他吗？说你选他。你忘了这5年他是怎么骂你、怎么恶心你的吗？你不想杀了他吗？不想把他狠狠地刺入徐慕生的胸膛，为自己解恨吗？我选择我自己。苏西，你竟然还爱他！苏西，你真的心里还有我吗？贾之意，我不选择割他，不是因为我爱他。是我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刽子手。你高尚，他却未必。苏西，睁大眼睛看看什么叫无你。邢无生，决定权交给你。如果选择割他，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我选择放开苏西，不然我就杀了他！按他说的做。放开我！放开他！我来了，你没事吧？这里交给我，保护好自己。你去躲起来。小心！别过来，我没事。我先杀了你，再杀苏西。今天你俩谁都逃不掉。你找死！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该死的是你！
神渣！来啊，一起上！来啊，一起上！走走，快走！席木山，席木山，你伤的重不重？你流了好多血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来不及了。席木山，都说祸害1000年，不准死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祸害，就是王八蛋。你陪在我身边5年都没有认出你是我混蛋。明明猜到了你可能是青鸟，我还自欺欺人，是我混蛋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都过去了。我明明有了你，心里却还想着别的女人。虽然青鸟是你，苏西也是你，可伤害已经形成，我就是个混蛋，混蛋。是我混蛋！够了，别说了。你要是想忏悔，先把你的命保住再说。不，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我恐怕……奶奶总跟我说，要珍惜眼前人，不然就会后悔。会有遗憾，老婆，我真的好后悔，好后悔。可是已经晚了，我知道你不可能原谅我，我也没脸去求你的原谅。老婆，能不能再叫我一声老公？席木生，席木生，你醒一醒，席木生，你不能死，我不准你死，你醒一醒，别睡。夫人，苏小姐，齐少已无大碍。他会没事的。我们走吧。等等，等等。哦，我去接个电话。苏西，我还活着。你昏迷了1个月，刚醒，别说太多话。所以，这1个多月一直是你在照顾我。老婆，席木山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如果你尊重我，就别再叫我老婆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分寸，可我还不想放手。我拜托你，拜托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已经答应了国家游泳队去当教练，马上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。我可以关掉席氏金融集团，和你一起离开。我身边已经没有合适你的位置。我可以给你拎包，可以洗衣做饭，可以当保姆，我可以……席木山，我觉得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。我已经答应石安，嫁给他。苏西，我不想放弃，所以我不会放弃的。
青鸟老师，门外有个男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他会不会发现是我做的？应该是石安给我点的外卖，谢谢。现在外卖盒都这么好啊！什么外卖这么难吃？我还记得你最爱吃红烧狮子头、西木参。怎么感冒了？以前都是你为我打伞，今天也换我为你撑一次。你先别着急拒绝，我不是想给你压力，我只是想走一遍你走过的路，做一遍你为我做过的事。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别感冒了。我还记得你第一次给我买药的情形。那你还记得你把药甩在地上的情形吗？席木生，我曾经是很渴望这些温暖，渴望你真心实意的关心我，但那只是曾经，包括红烧狮子头，我已经不爱吃了。我知道你已经对我失望透顶，可我还是想……你只是想做点什么，多少弥补一点对我的亏欠，是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不只是想弥补，我是真的醒悟了。苏西，我真的喜欢你。席木生，你应该清楚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无论你做的有多好，我都不会回头了。做饭、送伞、送药这些事情，一次两次做起来可能很容易，可连续做5年却不容易，其中的心意、辛苦、辛酸，不是你做1遍2遍就能理解的。你说的对。小七，石安来接我了，到此为止吧。苏西，我能再抱你一下吗？不可以。你还是不肯原谅我。在那个废弃工厂里，你不顾危险救我，你以为自己快要死了，不停地忏悔，那个时候我就原谅你了。席木生，我释怀了，你也放下吧。只有这样，他日我们再见，也许还能笑着问好。我明白了，我不会再缠着你。这是我给你买的药，也不知道买的对不对，应该能治感冒。买的对，说起来我得感谢你，因为我学会了厨艺和药理。对不起，我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，希望你也是。再见。来，走吧，穿上。走。苏西，苏西，苏西，席木生，注意你的身份。叶山，既然你现在是苏西的男朋友，虽然我不想承认这一点，你就一定好好照顾她，给她温暖。你要是敢欺负她，我饶不了你。席木生，你放心，在我还不是她男朋友之前，
我就一直很照顾她，我一直都很喜欢她。现在她是我女朋友，我只会对她更好。是啊，以前身为丈夫的我，错的连你这个朋友都不如。我真混蛋。苏西，我还可以去找你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打开窗户好不好？我还有一句话想跟你说。苏西，苏西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苏西，我爱你，苏西。席慕辰，谢谢你迟来的爱，我已经明白，还有很多东西比这种虚无的爱更重要，更值得。